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生化危机9》的 PC 版录像，Win11默认内存吃了大概12G， 但如果愿意折腾一下，你猜能压到多少呢？仅有6G。且不只是生化9 ，6属于是不仅内存占用降了，同配置帧数还暴增。至于这种逆天的内存压缩是怎么做到的？全靠一项名叫 ZRAM 的技术实现的。嗨，我是阿狸。近期索尼突然官宣 PS 游戏将全面转为数字版。此举彻底杀死了二手光盘回血这条路，所以不少主机党开始琢磨要不要转 Steam。但 PC 这边吧，你猜现在1万块能买到啥？那 PS 游戏贵 ，PC 机器贵，咋整？我们已知此轮涨价的核心在于存储，那有没有一种方案能够绕开内存涨价呢？虽说 Visual 近期发布的 Steam Machine 因价格原因被群嘲，但我认为季炮醉翁之意不是卖多少机器，而是想让 Steam OS 对 DIY PC 全面开放。因为 Steam OS 自带的 ZRAM 技术能在内存中划出压缩区，让容量膨胀50%。说人话就是究极省内存。等年底正式适配 N 卡后，这套系统在内存持续暴涨的情况下，大概率会变得极富有竞争力。所以我先用 A 卡尝尝鲜。个人认为 Steam Machine 的战略失误是上了仅支持第5内存的 Zen 4 CPU， 但实测英特尔13代也能完美跑 Steam OS， 所以平台呢，我选择了 i5-13400F 搭第4内存 CPU， 便宜不说，第4的价格也比第5少1位数，而省下来的预算嘛，全砸显卡。这是一张 9060XT 16G。不仅显存翻倍，实测光栅比5060强30%，价格还低于5060 8G， 而这是我组的阿狸 Machine。全套采购下来6500元左右，在 Steam OS 下，理论综合性能超越原版，价格和性能都无限逼近 PS5 Pro， 但游戏可比 PS5 便宜不少。只要你接受 FSR4 质量档超分，实测 9060XT 在007初露锋芒、2077、黑神话悟空、生化9、美墨、无主之地4、Doom、灵巢、一环，通通 4K 光栅60帧。也许有观众想说，你这套配置装Win11不一样能够 4K 60帧吗？唉，其一 ，AMD 和微软关系微妙，Win11调驱动犹如家常便饭，但我从来没有在 Steam OS 上调过。其二呢 ，Steam OS 真的特别省内存，大家完全可以把预算压到5开头，甚至4开头。至于有多省呢？由于 4K 压力基本在显卡，所以我用了更加主流的 2K。实测多数游戏 Steam OS 确实和 Windows 表现大差不差。不过个别游戏就有些离谱了。我们可以看到，微软亲儿子《地平线6》Win11简直是吊打 Steam OS， 几乎强了快20%。但 Visual 自家的 CS2 Steam OS 又开始吊打 Windows。你敢信，在 Steam OS 下，13400F 叉 16G 第4 3200内存能跑到接近 2K 400帧，直接化身13400叉 3D。在内存占用方面 ，Steam OS 优势尽显，多数游戏内存比 Windows 低了快50%。2077实质存在都在8G 以内。最离谱的是《生化9》，仅有6G。像暗黑4这种特别吃内存的16G 在 Win11直接顶满，而 Steam OS 靠着极限压缩硬是压到了10G，实现了 low 帧乱杀 Windows。
您几乎可以这么理解 ，SteamOS 3.8 对内存的需求几乎比 Win11 少一半。目前X16G 打游戏都有点过剩，这优势可能放内存便宜时没啥，但现在嘛……不过帧数碰100后，多几帧少几帧已经不重要了。但有一点大家绝对能感知。得益于威慑的预编译缓存，在需要频繁传送读图的开放世界游戏中有明显的优势。其中以着色七仙人5.4最为离谱，速度上直接6倍碾压 Windows。当然，我不是来尬吹 SteamOS， 也可以用人格担保，没有收过鸡胖1分钱。对于大众玩家来说，开风铃月影、查视频攻略都是正常的诉求。3A 玩多了，也想玩一下网游，联机开黑也需要开加速器和语音。那 SteamOS 3.8 在这些方面表现到底如何呢？这次我几乎把 Steam 热门游戏试了个遍。如果你主玩3A， 很少有 SteamOS 3.8 不兼容的，且不用各种折腾，主打一个撇脱。但你要干点别的，那只能说折磨。开修改器得启用开发者模式加远程调试器，桌面进 console 装生成，生成里下期 deck， 再把修改器放到指定目录才能换出。想玩2游得折腾第三方启动器，虽说安装不难吧，但如果你不会折腾镜像源和魔法，就只能靠几十 KB 的小水管煎熬。如果说明朝、原神、魔兽世界折腾一下还能玩，但想玩酸角洲，对不起，电竞是 SteamOS 死穴，很多电竞有反作弊检测。目前除了 V 社自家的 CS、Dota 2，多数只支持 Win 加 X86。软件方面呢，虽说 SteamOS 已经支持了一些常见的应用，但生产力几乎全军覆没，微信只能发英文。如果说游戏体验，我可以给 SteamOS 打个90分，但软件生态压的呀。可能有观众想吐槽了，Win11内存管理也妥 ，SteamOS 软件一塌糊涂，那咋整嘛？所以，对于预算上不了大内存的观众来说，最适合你的是等 SteamOS 支持 N 卡后，整个双系统。3A SteamOS， 网游生产力切 Windows。而视频的最后呢，我也想给从 PS 转到 Steam 的玩家提供一些传机思路。因为这一次测试的重点在 SteamOS， 标准版 AliMachine 当客厅主机呢还是大了点，所以给主机党准备了另一个思路，这是 AliMachine Mini。整机长度只有 PS5 的一半左右 ，GPU 同样塞进了一张 9060XT 16G。之所以能够压到这个体积，全靠汉凯这一张 9060XT LP， 尺寸跟台手机差不多，但性能相当炸裂。当然我不是来打广告的，只是想让各位知道有这种 LP 规格的袖珍显卡。只不过 A 卡这边 LP 型号非常稀缺，目前除了黄鱼外没有正规渠道销售，但 N 卡有一大把，某宝某东也随便买。所以 PS 转 Steam 最佳时机还是等年底 SteamOS 适配 N 卡，也完全没有必要花大几千元去买 Steam 手柄。实测 SteamOS 对 DS5 手柄兼容非常友好，完美适配 DS5 的触控板，能代替鼠键进行打字等操作。不支持 DS 手柄的游戏也可以用 Steam 映射，所以 PS5 可以出掉回血，但手柄一定要留着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哦！最好祝您身体健康，再见。